Hello， 大家好，我是兜兜。唐三在拔出海神三叉戟后，便带着史莱克其他几人重返大陆。在小白和他族人的带领下，唐三一行8人很快就返回了大陆。唐三想要赶紧给他的昊天锤加上魂环，提升自己的魂力，早日达到封号斗罗的级别，到时候他就可以复活小舞。所以在重返大陆后，他就带着小舞与戴沐白等人分开了。唐三在与他们分别之后，隐身进入了隶属于哈根达斯王国的西鲁城。在隐藏身份后，唐三从一名中年人那里打听到，哈根达斯王国已经不再是天斗帝国的附属，而是臣服了武魂帝国。唐三从这里去到星斗大森林猎杀魂兽，还要再经过10多个城市。对武魂帝国，唐三是深恶痛绝。而如今以他的实力，虽然不能掀翻整个武魂帝国，但给武魂帝国制造一些混乱还是可以的。西鲁城中除了原本的城守之外，还有武魂帝国派来监视的魂师团队。武魂帝国派来的魂师团队中，最厉害的也就是魂圣级别的强者。这种实力对如今的唐三来说，完全可以秒杀，所以他决定要让这些魂师全部消失。夜深人静时，唐三悄无声息地来到了武魂帝国魂师团驻地。就在他大开杀戒的时候，武魂帝国所属的魂圣发现了唐三。这名魂圣是气魂师，他的武魂是血魂斧，但即使是实力高强的魂圣，在施展武魂真身下的全力一击，唐三仅仅只是将右手抬起，利用海神三叉戟挡住了他的攻击，却没想到仅仅只是这样一个魂力都没有使用几分的招式，就将武魂真身状态下的血魂斧直接震成了碎片。武魂破碎的魂圣在唐三的昊天锤之下，全身骨骼寸断而亡。这一夜，武魂帝国魂师团全部80余名魂师，46人身亡，37人在唐三的精神攻击下变成白痴。当身处武魂城的胡列娜收到西鲁城魂师团团灭的消息后，她便决定带一队寂灭小队亲自前往西鲁城探查情况。而后2天，唐三接连扫平了武魂帝国5座城市驻守的500余名魂师。连续几天不断的杀戮带来的状态，让唐三清楚再继续下去，自己很容易在杀气的感染下迷失本心。停止报复的唐三直接朝着星斗大森林的方向而去。在他加速前行的时候，发现自己左手上盘旋着一缕黑色的气流。在意识到可能是自己的昊天锤出了问题，唐三立马停了下来。而在释放出昊天锤后，唐三利用海神之光，发现有人通过精神力锁定了自己昊天锤上的杀神领域，并且这股锁定唐三的精神力源头离他越来越近了。唐三并没有去惊扰那丝精神力，而是通过海神之光的帮助顺藤摸瓜，朝着那丝精神力的源头急速飞去。而在离那股源头越来越近的时候，唐三的杀神领域越来越兴奋，甚至冲破了海神之光的束缚，自动释放出来，想要反噬唐三自身。不过在唐三强大的精神力反攻下，很快就夺回了杀神领域的控制权。随后唐三利用海神三叉戟将杀神领域中的精神波动强行给切断了。之所以直接强行切断，是因为唐三已经找到了那股源头，但在他接近自己的目标时，他才发现自己的精神力竟然无法探入，强烈的杀戮气息形成的特殊屏障，他只能隐约感觉到杀气与血红色。要知道此时的唐三精神力已经达到了和波塞西同一个境界。唐三降落在一片树林中，这片树林里挂着20多具死相残忍的尸体。在唐三走近的时候，突然听到了胡列娜的喊声。唐三释放出自己的蓝银领域，血雾在生命气息的影响下渐渐消失。出现在唐三面前的是在不断抵挡杀戮之王攻击的胡列娜以及一名魂斗罗的老者。看到唐三出现，杀戮之王立刻结束了那名魂斗罗的生命。唐三用蓝银草将被拍飞的胡列娜拉到自己的身边。胡列娜告诉唐三，杀戮之王说自己是来报仇的。当初唐三在离开黄泉路时，将血色天鹅吻丢进了血色长河中。血色天鹅吻能够让河流中缓慢发作的剧毒千百倍的发挥出效果。在血色天鹅吻的作用下，杀戮之都的人死在了血液之中，而杀戮之王也感觉自己的血液在不断的蒸发，他变得更加强大，但他自己却无法掌握住这股能量。他要唐三把解药交给自己，但唐三觉得杀戮之都本就不应该存在，正好今天他们俩可以做个了断。愤怒的杀戮之王此刻只想杀了唐三。唐三的蓝银领域在杀戮之王的领域之下完全不占优势。连续受挫的唐三并没有灰心，而是高举起手中的海神三叉戟。当海神之光亮起，照射在海神三叉戟的菱形宝石上时，唐三整个人变成了金色，威严神圣的气息充满了整片森林。对付杀戮之王的制血之力，海神光明的能量是最有效的。光明的气息将邪恶的杀戮领域飞速的瓦解。杀戮之王的身体在海神三叉戟绽放的金光之中凝固住了，像是受到了什么感染一样。时间慢慢的流逝，杀戮之王的身体表面出现了一层红色光彩，阻挡住了三叉戟的神光。他背后的双翼一寸寸的破碎，直到化成灰消失。头发和眼睛也从红色变成了黑色，全身上下只剩下额头上的魔纹
纹还是红色的。唐三感受到杀戮之王身上的气息呈几何倍数的攀升着，他身上的杀气也并没有被海神之光削弱，反而和实力一样不断攀升。不过杀戮之王身上的邪恶气息消失了，变成了一种比自己的杀神领域还要纯正的杀气。杀戮之王的变化让唐三急切的想要解决它。唐三举起手中的海神三叉戟，锁定住杀戮之王，朝着他的胸膛而去。杀戮之王丝毫不受三叉戟锁定的影响，他手中的红光形成了一柄巨大的红色巨锤，随后转化成了一柄长度超过2米的血色巨剑，迎向了海神三叉戟。三叉戟与红色巨剑的撞击，让周围直径300米之内所有的植物和土石完全消失。唐三的海神之光被全面压制，手中的三叉戟也被震飞。不过身受重伤的唐三能感受到，眼前的杀戮之王对自己已经没有杀意了。杀戮之王问唐三是不是认识波塞西，为什么海神三叉戟会在他的手上？在唐三问他到底是谁的时候，杀戮之王表情非常痛苦的仰天大笑。情绪平静下来的杀戮之王向唐三道谢，唐三的海神之光让他从邪恶的囚笼中挣脱出来，成就了半神之体。他告诉唐三，他们俩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人，都是被神选中的人，选中他的是修罗神。当年他为了一个承诺，疯狂的想要成神，在没有找到出路后，他选择寻找神位继承，但他接受的考验却掺杂了罗刹神的气息，导致他被罗刹神神念干扰，最终没能完成考核，还陷入了恶念之中。唐三海神之光的神圣气息化去了罗刹神留在修罗神中的恶念，让他通过了修罗神的第8考，拥有了修罗圣剑的认可。不过这一切已经太晚了，唐三在听到这里的时候，已经猜到了自己眼前的人是谁。在看到唐三将手中的昊天锤释放出来，他整个人都激动得不得了，得知唐三是唐昊的儿子，更是十分欣慰。他也将手中的昊天锤释放出来，告诉唐三自己名叫唐晨。在得知昊天宗这些年的境况以及唐昊的遭遇，唐晨十分生气，但面对唐三想要他重出江湖时的眼神，他却十分无奈。唐晨将一柄两端都镶嵌着一枚黑色宝石的金色小锤交给唐三，他告诉唐三，这是昊天宗首席长老的信物，有了它，唐三可以调遣长老堂，甚至可以废除宗主，决定宗门大事。唐晨将昊天宗的未来交给了唐三，而他自己则回到海神岛，等待唐三回去进行海神9考。唐晨亏欠波塞西的太多了，他要用自己生命最后的时间去陪伴他。在将金色小锤交给唐三之后，唐晨就直接在唐三的视线中消失了。唐晨走后，唐三找到胡列娜，利用海神之光将他唤醒。胡列娜在向唐三道谢之后，唐三向他告辞，并告诉他下一次见面他们或许就是兵戎相见的仇敌。胡列娜问唐三要去哪，但唐三并没有理会他。心痛的胡列娜告诉唐三，他去什么地方都可以，就是不要去星斗大森林，因为他的老师比比东正带着6位长老在那里猎杀魂兽。听到胡列娜的话，唐三大吃一惊，他很清楚能让比比东带领这么多人围攻，他的目标肯定是森林之王泰坦巨猿二明和天青牛蟒大明。这个消息让唐三和小五都十分焦急，两人火速赶往星斗大森林，想要救援大明和二明。豆豆突然想起来，我有2个计划内的盘点忘记做了，就是比比东的武魂魂环盘点和唐三黄金13级的盘点，有没有小伙伴想看呢？想看的话，我就抓紧把这2个都做完。好啦，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喜欢豆豆的视频，欢迎点击订阅关注，我们下期再见，拜拜。